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 M8N 每日自动发送黄金价格到 Gmail。如果你平常有在关注黄金的价格，或者你是 M8N 的新手，那这部影片对你会很有帮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标，希望每天早上11点，从 Gmail 收到当日黄金的报价。email 的内文格式如下：今日金价快报，每盎司当前的价格，每台两当前的价格，以及与昨天相比的涨跌和涨跌幅。因为我们抓取到的黄金价格预设会是以盎司为单位，换算台两大约等于每盎司乘以 1.205， 就可以得到每台两的价格。我们先启用 Gmail API， 步骤如画面所示。需要注意的是 Redirect URI 的部分，这边需要用到当初在 Ngrok 申请的 Static Domain， 如果还没申请的话，可以参考上一部影片。我们打开申请的网页，建立一个新的专案，专案名称可依自己喜好命名。初次建立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等它一下。点击 API 和服务，这边搜寻 Gmail API， 点击启用。这边启用比较久，我们等它一下。点击 OAuth 同一画面，点击开始，输入你喜好的应用程式名称，这边选取自己的 email， 按下一步，这边点选外部，输入 email， 下一步，同意继续，建立，接下来建立 OAuth 用户端，应用程式类型选网页应用程式，名称可自由命名。往下滑动一些，再重新导向 URI 这边点击新增。这边可以先复制文件上的网址过来，贴上后先将 domain 的地方改成本地，等之后在 M8N 创建 Gmail 节点时再来更换。这边多了一个空白字元，点击建立，点击确定，接下来点击目标对象，新增测试使用者，这边填入的 email 才能正常登入使用服务。新增完成后，我们点用户端，点击刚刚建立的应用程式，这边会有用户端的编号跟密码，
先把网页留在这儿，等等会用到。接下来我们到 Gold API 申请 API Key。免费账号每月可以查询100次，应足够日常使用。我们前往申请，使用 Google 账号注册登录即可。稍等，它读取一下。登录后就可以拿到 API Key。这边可以看到呼叫的范例，需要将 API Key 放在 header 里，并且用 get request。这里可以看到 symbol 与 currency 是可以更换的， date 可视状况自行加入。这里下拉选单可看到其他选项，大家可以自由替换使用。右边这可以看到它是 JSON response。稍后我们会简单解释 JSON 格式。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 HTTP request。它是一个基本的网络请求方式，夹带 header 与 body。在 M8i 里是可以用来串接 API 的关键工具。若要从对方伺服器取得资料，通常使用 get。新增资料则是用 post。API key 或者 token 通常会放在 header 里，主要是认证或授权用。body 则通常是在新增或是更新资料才会用到。那么什么是 API 呢？可以把它想成是供外部呼叫的一个公开界面，或是说它是一组定义好的规则与方法，允许不同软体系统之间交换资料或提供服务。我们只要按照它定义的规则去用，通常就能得到正确的回应。例如刚刚我们看到 Gold API 提供的界面，它定义读取资料使用 get method， 以及在 header 中需带入 API key， 并且在 path 中我们只能使用它定义的 symbol 或 currency。 假设我们带入了它未定义的资料，可能就会得到未预期的错误。因此使用任何 API 前，我们都应先看过该服务所定义的规格。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服务大都使用 JSON 格式沟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JSON 格式是如何组成的。JSON 是一种轻量级结构化的资料格式，常用来在伺服器与用户端交换资料，以键值对为主体。它的资料类型有以下6种。第一个是字串，用双引号包起来的文字。第二个是数字，可以是整数或是浮点数。第三个是布林，真假值。第四个是阵列，用中括号包起来的顺序集合。第五个是物件，用大括号包起来的键值对。第6个是空值，表示空或无值。针对物件与阵列，这边需要再补充说明。首先是物件，物件中每个键都要用双引号包起来，也可以说键就是字串。冒号的左边是键，右边是值。有多组键值对的话，必须用逗号分隔。阵列则是一组有顺序的值，每个值的位置称为索引 index， 从0开始。第一个是 index 0，第二个是 index 1，以此类推。多组值之间也是用逗号分隔。接下来我们看看常见的槽状组合。首先看到物件包物件，最外层的一对大括号包着键为 user 的物件。可以看到 user 物件有3个属性。第一个是 ID， 它的值是数字。第二个是 name， 它的值是字串。第三个是 profile， 它的值是物件。profile 物件有2个属性，分别是 email 与 age。由此可看出，物件就是用来描述人、事物的特质与状态，用一组属性 property 来呈现。接着我们看物件包阵列，这个物件有2个属性 ，name 与 skills。
Skills 值位阵列，内有4笔字串，我们可称它为字串阵列。最后是阵列包物件。不难看出，这个阵列包了2笔有3个属性的物件。另外，物件或者阵列中若非最后一笔资料，必须用逗号分隔。最后一笔资料不用逗号。大家也可以到浏览器搜寻 JSON Online。网络上有许多工具可帮忙验证格式。我们来试试。在浏览器搜寻 JSON Online。就是你了。我们去 GoldAPI 复制资料过来试试。这复制钮有点小。回来这边贴上。目前格式正确。我在最后一笔资料加逗号试试。底下跳出红色警示框，表示格式有误。有格式或排版的问题都可来试试。最后说一下 Compact JSON。Compact JSON 会去掉所有不必要的空白、换行和缩排，让 JSON 整体变得更小、更紧凑。我们复制后到文字编辑器贴上看看。这种格式常用在资料传输时，节省频宽与储存空间。我们也可以将它转为 Format JSON。复制后贴到刚才的网站。点击 Format JSON。Format JSON 就是只加入缩排、换行，这样更方便我们阅读与编辑。JSON 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 N8N 界面，开启一个新的工作流程。点击按钮开始新增节点。我们希望每天11点出发，所以点选 On a Schedule。Trigger Interval 我们选 Days。下一个栏位为1，表示每天。再来选早上11点。第4个栏位为分，我们不用设定。设定好了，点击储存。再来设定时区，点击右边3个点的图示，选 Settings。这边的 Time Zone 需改为你目前的时区。这边我输入 Taipei。完成后点 Save。这个 Trigger 就设定好了。再来用 HTTP Request 抓取黄金价格。这边需要填入 URL， 我们会去 GoldAPI。把上面这段 URL 复制。贴上 URL。这里的 Authentication 选 Generic Credential Type。Generic Auth Type 我们选 Header Auth。这边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选 Create New Credential。先复制 Header 的贴过来贴上。再把 Value 也复制过来，这边的 Value 就是 API Key。这样就完成了，点击 Save。点击 Execute Step 测试看看。资料成功抓取了。接着回上一页，添加其他节点。点击右边这个加号按钮，搜寻 Set， 点选 Edit Fields。这个节点可以手动定义或调整输入与输出的资料结构。先拖页 Price 栏位过来。新增栏位可以用拖页的方式，也可以手动加入。中间这些栏位最后会等于这个节点的输出。我们需要手动加入台两的报价。看一下台两如何转换。我们拿到的 price 单位是盎司。
一台2约等于 price 乘上 1.205。点击 Add Field 新增一个栏位，一台2的价格，所以是 number。给它取个名字，就叫它 price t 吧。这边的 value 就是 price 乘上 1.205。先把 price 拖页过来，这边看到的2对大括号在 N8N 中为表达式 expression， 可以在任何栏位中用它来动态取值、运算、格式化资料。可以直接在表达式里将 price 乘上 1.205。我们可以先执行看一下结果。可以看到右边写着 output， 代表这个节点的输出；左边写着 input， 代表这个节点的输入。左右都有3个不同资料组织方式可切换，分别是 schema、table、JSON。Table 中每一列是资料的一笔记录，每一栏对应一个栏位。Schema 就像表单的栏位规格，说明有哪些栏位，格式为何。JSON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我自己比较习惯看 JSON。那接着回上一页，继续添加节点。这边加入 Gmail 节点，搜寻 Gmail。里面有许多功能，我们要发信，所以选 Send a Message。首先建立凭证，点击 Create New Credential。还记得 Redirect URL 我们之前的设定还未完成，复制这组来替换目前的设定。回到用户端这边，将刚刚复制的 Redirect URL 贴上，接着点击储存，点击应用程式，确认资料已更新了。接着要填入 Client ID。Client ID 就是上面那组用户端编号，复制后回去贴上。接着是 Client Secret， 用户端密码就是 Client Secret， 复制后回去贴上。这边点击 Sign in with Google， 点击账号，点击继续。全选后下滑，点击继续。这个是 Ngrok 自动显示的安全警告页，我们点击 Visit Site 继续。出现 Connection Successful 代表完成了。关闭这个视窗，回上一页。确认选取凭证。这边 Results 选 Message，Operation 选 Send。接着填写收件人。填写信件主旨，例如今日金价快报。Email type 用文字 text。Message 是信件内容，点击右下图时可展开编辑。复制文件中的样式回去贴上。很多节点的栏位会分成2种输入模式 ，Fixed 跟 Expression。Fixed 是预设的输入方式，可以手动填入一个静态的值。Expression 是用2组大括号包起来的语法，可以根据流程中变化的资料来动态产生值。Expression 模式点击右下图时可开启编辑器，左边视窗可编辑，右边可看结果。我们先用这组样式发送邮件试试。发送成功了，去收信看看。收到信件了，打开看看样式。看起来不错，跟预期的格式一样。那我们回去 N8N 继续。
接下来把每盎司价格改成 price 栏位的值。先把 price 拖页过来，这样每次 price 更动，我们的价格也会更动。把先前测试用的文字删除。接着我们调整台两价格，把 price t 拖页过来，一样把先前测试用的文字删除。检查一下格式，盎司那行文字少了美元符号。接下来替换涨跌，将 ch 拖页过来，将先前测试用的文字删除。接下来更换涨跌幅 chp， 这里有个负号，我们先拿掉，目前的涨跌幅是正的。将 chp 拖页过来，删除先前测试用的文字，这样就把先前的静态资料都更换为动态资料了。再发一封信试试。重新整理。这里有个问题，今日金价是上涨的，但前面却显示比昨天跌。我们会 N8N 调整。先把 HTTP request 与 set 节点断开，挪出一点空间，我们在这中间加一个 if 节点，点击新增，在 flow 里找到 f 节点，先判断上涨的情况。当 ch 大于0，表示当日上涨。拖页 ch 过来 value 一栏位，点选 number。我们要判断 ch 是否大于0，点选 is greater than。if 节点会有真与假两个输出。先处理结果为真的，挪动一些空间，让节点能连接。把结果为真的输出连到 set 节点。有黄色警示，因为 if 节点没有资料输出。待会重新执行就好。我们先新增栏位，这个栏位会显示今日涨跌跟涨跌幅。我把它取名为 ch text。看一下文件上的格式，这个节点是显示上涨的文字，所以这边要修改成比昨天涨。执行先前的节点读取资料，先把涨跌拖页过来，这边好像少了一个美元符号。接着是涨跌幅，看一下文件上的格式，用一对括号包住，并且保留负号。打开编辑器，这样比较清楚。先新增一组括号，再把涨跌幅拖页进来。如果当日是上涨的 ，ch 跟 chp 会是正数；如果当日是下跌的 ，ch 跟 chp 会是负数。别忘了涨跌幅会有百分比符号。上涨的 set 节点最终会有这5个栏位。再来要设定 Gmail 节点。一样先执行先前的节点抓取资料。我们要把现有的涨跌跟涨跌幅替换成 ch text。开启编辑器。先在台两后面按下 Enter。把 ch text 拖页过来。左边区块的编辑可以在右边区块预览效果。接着把第4行文字删除。然后回上一页，再发个信试试。发送了，回信箱看它。点收件匣，点信件，确认没问题。回工作流画面。这边先进入 HTTP request 节点。右边有个图针，
这个开启后，节点就会固定输出当前资料，也就是说 request 不会再发出，会直接使用当前的资料，适合在测试与开发阶段使用。接着点编辑资料。接下来模拟金价与昨天相比没有变化，将涨跌与涨跌幅都改成0，然后储存。回上一页，点击 Execute Workflow， 可以看到绿色的线停在 F 节点下面的 False。这边 False 代表目前 CH 是小于等于0，上面的 True 是 CH 大于0。先复制这个 Edit Fields， 需要再多2个，因为有3种情况要处理。上面的是 CH 大于0，代表今日金价上涨；中间的是 CH 等于0，代表今日金价无变动；下面的是 CH 小于0，代表今日金价下跌。在 False 这边再加入一个 If 节点，一样从 Flow 里面选取 If 节点，或是也可以搜寻 F。这个 If 要判断 CH 是否等于0。拖页 CH 过来 Value 一栏位，选 Number， 接着选 is equal to， 这样 True 的话就表示 CH 等于0， False 就是 CH 小于0。点 Execute Step 跑看看，确认输出没问题，回上一页。再来连接第2个 If 节点，将上面的 True 连接到第2个 Edit Fields， 下面的 False 连接到第3个 Edit Fields。 连接完成后，我们需要个别修改里面的 CH Text。 先改中间的，往下滚动看到 CH Text， 这边要提供一串文字代表金价无变动。我这边输入与昨天相同，执行一下看看结果。好，可以，那再回上一页，把中间这个 Edit Fields 也连接上 Gmail 节点，点进去 Gmail 节点，切到 JSON 格式看看，有拿到 Edit Fields 1的资料，发送信件试试。刷新一下，看看信件内容，没问题，再回去工作留画面。中间的部分好了，再来剩下面的部分。先进去 HTTP request 节点，这次要模拟今日下跌，把 CH 跟 CHP 都改成复数。这边有做编辑的话，节点也会自动处于 pin 的状态。当 unpin 的时候，先前编辑的资料会被还原到 pin 之前的状态。改好了，点 save， 确认一下，回上一页。这边看到 F 节点有黄色警告符号，因为刚刚修改了 HTTP request 里的输出资料，系统会认为当前资料与先前的不符。这时候只要再次执行该节点，拿到新资料就没问题了。接下来更新第3个 Edit Fields 当日下跌的情况，重新执行上一个节点，拿到新资料，确认拿到复数的资料，往下滑动找到 CH Text， 这边要改成比昨天跌。下面 Result 可以预览输出，涨跌幅看起来没问题，但是涨跌前面多了一个负号，可以在表达式里套用取绝对值的函数，在数字后面打 ABS， 系统会出现提示。提示里说到会回传绝对值，并且移除负号，正好符合我们的情境。再看看预览这边，结果正确。执行节点看看输出，确认一下输出是否正确，
没问题，可以回上一页了。把第3个 Edit Fields 也连接上 Gmail 节点。进 Gmail 节点 ，Edit Fields 2的输出没问题，发送信件测试看看。发送了，去看看信箱。重整一下。今日下跌的信件也没问题。回工作流首页。启用工作流之前，先把 HTTP request on pin 图针按钮点一下就好了。回上一页，点 Execute Workflow 完整跑一次。目前走上的那一条表示金价是上涨的。看看信件内容是否正确。内容是显示上涨的，看起来没错。可以回工作流画面准备启用了。上面有个开关，目前是 inactive， 代表这个工作流未启用。启用后，我们的 schedule trigger 才会自动触发。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设定每天早上11点。上面有个黄底的警示框，说明必须先启用工作流，这个 schedule trigger 才会正常触发。那我们回首页启用吧。点击开关启用。这里有一些说明，看完没问题按 Got it。另外 ，Workflow 跟节点都是可以自己命名的，可以把功能打在名称上面，方便日后管理。这个 Workflow 是每天早上11点抓取金价发送 Gmail， 我帮它取名叫 AM11 Gold API to Gmail， 可依自己喜欢的风格命名。最后对价格显示做优化。这边看到每盎司的价格是显示小数点后1位，每台两的价格是显示小数点后4位。问一下 ChatGPT 怎么固定显示小数点后2位？有个函数 toFixed 可以用，代入参数2就可以取固定2位数。回 M8A 套用这个函数试试。首先在 price 后加上 toFixed 2。下方预览显示正确。再来将 price t 加上 toFixed 2，这样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信件内容。目前每封信件下方都有这几行 N8N 产生的内容，如果不想显示也是可以的。先点击 Add Option， 点击 Append N8N Attribution， 把这个关闭就好了。再发一封信测试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新的信件下方就不会有 N8N 自动产生的文字了。确认没有了，盎司跟台两的价格也都显示小数点后2位。好的，那影片差不多到这边。更多 N8N 小技巧之后会陆续分享，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